中国的军官在伊朗死了老鼻子了，因为他卖了很多武器过去，几百个中国武器专家现在都闷在山洞里生死未明。中国的媒体凤凰卫视、央视完全在里边颠倒黑白，美国要战败之类的，这故事你也信？从你妈南斯拉夫说就能把美国弄到深潭里，然后是他妈科威特、伊拉克，每次都能把美国弄到深潭里，没有一次美国掉到深潭里过。这一打伊朗真的是保护了台湾。本来他要动的，抓了张友侠就是要动。打伊朗他出动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从1月份开始，以色列打击伊朗那段就把好东西全都运到伊朗去了，就是一线解放军部队的现役兵器，最先进的，要黏住美国，把美国的兵器让他在伊朗让他丢脸，验证我们攻台的决心和能力。大家都看到结果了，这什么鸡巴的反隐身雷达，就一旦开战啥也没打下来，你过早的暴露了狼子野心了。现在美国要去红色产业链了，你的底层的芯片全是美国人，美国人是有后门的，美国人让你好使好使，让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这时候打个鸡巴毛美国呀，你跟谁俩较劲呢？操！大家知道我在台湾，我的感觉就是台湾是个很好的地方，台湾是一个人的理想的人生终点，目前的台湾社会，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生起点。什么叫理想的人生终点呢？就是你经历过，你辉煌过，然后你累了，你想回到港湾了啊。作为中国胃中国人啊，你想有一个这样的文化安全的地方，那台湾就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啊。这地方同文同种啊，都是中国人，一模一样的。你别信他们台独，他们台独也是在那装的，就是那个骨头里边都是信妈祖的啊，妈祖叫林默娘啊，妈祖是福建人，所以他们这个地方跟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啊，吃的完全都一样，各种口味，中国大陆的这尤其是江浙以南的这各种口味，吃的也非常好啊，民风也非常好啊，文化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安稳退休养老的地方，但是不是一个良好的，不是一个理想的起点啊，因为这个社会啊已经高度的秩序化了，已经高度的金字塔化了，它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状态，不是发展中的状态，所以年轻人就没有意思了。年轻人你要是在台湾的话呢，作为人生起点的话，你就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啊宁有种啊，他已经有种了啊，所以你这来晚了，不好意思，年轻人没机会，这就是不好的起点，才是一个良好、非常好的终点。伊朗啊，我告诉你们啊，伊朗和美国打仗真相大家都知道，就是伊朗根本就扛不住了。中国的军官在伊朗死了老鼻子了，因为他卖了很多武器过去。伊朗所有的地下工事都是中国给他挖的啊，中国工程兵那边挖的，挖好了以后，现在美国很牛很贼，第一很知道位置，通风口在哪，入口在哪，咔咔就给他炸了。炸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专家和伊朗的这些绝密部门都被闷在地底下去了，就是活死人墓，据说是有几百人回不来，就是几百个中国专家被闷在里边了，都是地下几十米上百米，挖也挖不出来，因为在战争状态下，所有出口都被美国炸了，美国以色列都给炸了，那人在这里边是死是活并不知道，就像煤矿塌方被困在里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有苦说不出，因为你这个里边在干啥大家不能讲嘛，因为肯定是跟核武器啊跟这些导弹有关系的人才和专家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到底打下没打下过美国飞机，是不是把美国已经炸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是嘛，他鸡巴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他拿什么把美国给炸住啊？他炸不住啊！那么打 F-35那也是假新闻，你能想象一个导弹打中 F-35，那 F-35还能飞回来迫降？你这故事你也信？他们2架加油机撞了，这是真的。因为它起降频繁啊，高强度作战，它的作战人员美方的作战人员很疲劳啊，空军它有交通事故，这是真。大部分美军的死亡都是由于误伤啊或者交通事故造成的啊，就是空中交通事故或者地面交通事故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作战造成的啊，不是由于敌人毁伤造成的。伊朗的所谓对美国的打击也是鸡巴的对着就是邻国乱放啊，对着阿联酋放，对着迪拜放，我去你妈，我不管了，我打哪儿指哪儿，我好不了你们也都别想好。其实现在这是这么个状态。那么作为中国的媒体，凤凰卫视、央视包括自媒体，就是完全在里边颠倒黑白，就说明啊，说伊朗如何把美国拖到深潭里，美国要战败之类的。时间长了，美国就掉到越南战争，狗鸡巴，我操，美国根本掉不进去，我操！我从小他们就这么说，他们骗我好几回了。从你妈南斯拉夫说就能把美国弄到深潭里，然后是他妈科威特、伊拉克，然后是利比亚、卡扎菲，每次都能把美国弄到深潭里，没有一次美国掉到深潭里过，都是他妈把他们第一时间都给扬了，他妈把他们总统给他们吊死、炸死，所以
别信他们，每次央视都这么胡说八道，然后下一次他还胡说，打脸打得生疼，我无所谓，因为咱们不要脸，这就是问题。而且我告诉你们，我在台湾看台湾电视一样渗透的筛子一样，台湾的这些名嘴一样说美国在伊朗打不赢，我操，美国在伊朗损失惨重啊！我这台湾电视台啊，都是台湾本土的电视台啊。至少一半啊，天天就这么洗脑，就这么胡说，我操，也不管，这真是台湾真是民主啊！你妈老蒋和小蒋在的话，欲语澄清万里哀，神猴奋起千钧棒，把台湾电视台这些他妈的这些歪嘴是胡说八道的，给共产党做他妈的走狗的，就全给他们抓起来，毙了他们。乌石这样干掉他，胡说八道的吧？他真是胡说八道的。我说老王，你去金门吧，我不敢，我操他妈，我去个金门毛金门。我个人怀疑金门从上到下都已经被共产党买通了，每一个金门老百姓都被共产党买通了，水电都是从共产党拉过去的。修大桥呢，我操，台湾政府不同意，金门政府给你修上了，我操。哎呀，那个地方就不要了，要不起来了。台湾人一看大陆人都白眼，这鸡巴蛋！我在台湾行走了这么长时间，哪个也没跟我白眼。政治离民生还是很远的。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是撕裂人群的最好的东西。政治这个话题啊，不光是台湾，中国大陆也一样。我昨天跟小石讲，我说不要讲台独，台湾马上就是一家年轻人和老人就因为台独的话题，就台湾本地啊就打起来。我说你这是一点都不稀奇啊！我亲眼所见，就是在北京大学北大 EMBA 的课堂上，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中国企业家呀，20-30个，那都是有钱见过世面的人。就因为毛泽东到底是中国最大的害人精暴君，还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救星，就是毛泽东的定位，打起来了，动手，我操，我亲眼见的，我是目瞪口呆。因为那次我就是旁听一次他们的课，我旁听北大 EMBA 课，上面讲毛泽东，后边两个学生不干了，老师肯定是骂毛泽东嘛，北大的老师水平还是够的，说毛泽东这样的暴君，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位置，这样的这种文宣啊，这样的历史定位，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啊是一种侮辱。后边就有不干的，前面有同学就说老师说的对，你们为什么反对？后边那同学就是毛粉们就直接往前面扔杯子，前面同学也不客气啊，就是毛黑们就是往后边扔杯子，然后就是双方动手互相撕扯，课也没上成。中国大陆也一样，你平时都是同学啊，还在一桌上喝酒啊，都是哥们儿，一提毛泽东定位就是他妈开始干，我操！搁我们家也是呀，我爹和我那是亲爹和我，提什么都行啊，提什么都是哥们儿啊，都是爷们儿啊，都是我儿子这我儿子那，我爹这不能提毛泽东啊，我爹就是毛粉啊，我的三观很稳定啊，我他妈几十年都认为毛泽东他妈害死我爷爷。哎，我爹说你不能这么说啊，没有毛主席我能参军吗？啊，我一个农村穷小子，我能变成他妈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吗？啊，我操！我说多新鲜！你本来不是农村穷小子呀，你本来是沈阳小少爷呀！我操！毛泽东把你爹干死了，你才变成他妈的回了农村，狗鸡巴都没有变成农村穷小子。你跟那个活着张艺谋活着里边那个葛优那是完全一样的呀！操，那葛优在里边赌，把他们全家的家产给赌没了。我操！本来是阴祸，但是得福了，一解放算是贫农，因为他妈的他真的是贫农，啥都没了嘛。你能这个事，你能说毛泽东好吧？你这就不能提啊，不能提啊。所以你这就是台湾独立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就是一下就撕开。你跟美国一样啊，你在美国你不能提川普啊，美国人一桌美国人都是好朋友，一说川普就是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就马上打起来，要动枪的那种打。所以政治撕裂人群。老梁宏达也是老王的观众，希望吧，我们就互相为观众吧。因为老梁也很厉害，我很佩服他，也是哈尔滨人啊，也是东北人。老梁在国内呀，他那么敢讲，我佩服他，有风骨。中华民族最后的这些脸面，像老梁啊，这都是最后的脸面。毕福剑呀，啊，有这样的人，中国有希望啊。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都是软骨头，黄金会一直跌吧？当然不会了嘛，黄金会一直涨，而不是一直跌啊。老梁被封杀了，那肯定封杀的，肉体不消灭他就不错了，肉体不抓他就不错了。老毕是星光大道那个，对，毕福剑是星光大道那个主持人，也是因为毛泽东的问题嘛，啊，就彻底的被封杀了。老王赶紧回加拿大，别回不去了，川普不来北京了。没事儿，川普不来北京，他更不敢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护台神山，操，我来台湾就说明我他妈有感应的，他不敢动了。本来他要动的，抓了张友侠就是要动的。哎呀，你说台湾啊，保卫台湾跟台军关系不大，因为台军也没那个战斗力啊，靠美军嘛。哎，我操，这一打伊朗真的是保护了台湾，因为这打委内瑞拉的时候，打马杜罗的时候，
老共啊，就是解放军没有什么触动，老习没什么触动，打伊朗他触动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去年1月份开始，就是第一轮，去年6月份开始，第一轮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一次开始，就把好东西全都运到伊朗去了。什么叫好东西？就是一线解放军部队的现役兵器，最先进的、反隐形的，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全运过去。就是一定要黏住伊朗啊，不黏住伊朗，说错了，一定要黏住美国，把美国的兵器让他在伊朗让他丢脸。这样的话也是验证我们攻台的决心和能力啊！大家都看到结果了，大家都看到结果了。我去你妈的，什么鸡巴的反隐身雷达，原来是自己是隐身的。就一旦开战，我们中国的强大的反隐身雷达就隐身了。哎，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啥也没打下来。我操，他妈是狗逼都没有干出，第一时间第一个24小时就把伊朗最高领导人给扬了，然后第二个最高领导人又给扬了，然后政治局88个人政治局开会选出来一个新领导人，把88个人的政治局也给扬了。我操，完了，完犊子了！几百个中国武器专家现在都闷在山洞里，生死未明，他不敢了。为什么？我操，又给打懵了，这什么情况啊？不好使啊！我操，怎么他妈看不见啊？那我们的隐身战斗机是不是也是假的呀？我操，完了，把杨伟给抓了，歼20之父给抓了，把隐身雷达之父也给抓了，把超音速导弹之父也给抓了。就是上个星期啊，为什么抓的？为什么抓的吗？这伊朗，我操，这全穿帮了，我操，这完了这个。所以还是老王那句话，就是你可以装逼，你可以吊打蓝星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有个前提，得美国爸爸同意。哎，美国爸爸说打你当老二啊，你帮美国做个打手，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解放军的战斗力是天下无敌，武器也是天下无敌，打个德国打个日本玩一样。但是你可千万别招美国，因为你的基础的底层的芯片全是美国人，美国人是有后门的，美国人让你好使好使，不让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不要跟你爸较劲，就是还是老邓那句话，你韬光养晦嘛。老姜那句话，你闷声发大财吧。你什么时候把基础芯片，把台积电你在中国复刻成功了，把基础芯片你都已经进展到你今天的应用级别了。现在应用级别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真的是超过美国了。但是基础的东西你没有，因为要一步一步的产业迭代升级，你要完成你的基础升级，你至少还要20-30年。至少要2代人的时间。你只要是按照原来的这么中美之间的这种既兔关系，迟早你会基础也接过来。哎，然后你看你开倒车嘛，你过早的暴露了狼子野心了。现在美国要去红色产业链了，要倒着走了，那你完了，你开倒车，美国也开倒车了，你就傻逼了，你的产业升级升不了了。你这时候打个鸡巴毛美国呀，你跟谁俩较劲呢？操，你搞不过他呀，你没有完成升级啊！我告诉你们，我很负责告诉你们，微信美国能看见，所有解放军原来都用微信，也不注意，乱鸡巴用。然后呢，什么保密的那些网络，美国也都能看见。什么国内的军队的内部的什么鸡巴的保密网络，什么几层网，全都如履平地。你们没有秘密，你玩啥玩啊？我操，就小学生信了。张友侠不信嘛，所以张友侠不打，因为张友侠自己心里清楚啊，他是总装啊，那总装一把手，他打过仗啊，他知道大家没有那么厉害。为什么说那么厉害？因为我们有经费的问题，我们吹那么厉害，我们就可以批那么多的钱，那大家他妈哗哗叫死大家台，把钱都拿走，他多开心呀！结果碰上一个二杆子，他真信。好，既然我们这么厉害，我们就去跟他翻脸。现在我们就去干他。我操，就干谁呀？干美国！我操，侠哥一听，我去你妈，你疯了吧？你们我们是互相骗经费的，你怎么当真了呢？没事，我文化少，你们不要欺负我读书少，我信了。完了，结果现在伊朗这么一穿帮，全完蛋。我操，全完蛋，全抓好几个了。QQ 美国能看到吧 ？QQ 人家美国可能更能看吧，微信都能看。泰森玩真的了吗？马保国和赵洪刚要倒霉了。对呀，就是你这傻逼，我操！你这弄演习呀，欺负越南啊，欺负菲律宾呀，这不多爽啊，对不对？你只要美国爸爸不翻脸，你可就继续欺负我。东北话讲啊，你抡着大鸡巴吓唬小姑娘啊，这你百战百胜啊。但是美国不一样啊，美国可不是小姑娘，美国是你爹，我操！美国的你这玩意儿抡，美国他妈是这样抡，操，咔咔这样抡，嫪毐呀，啊，你得老实点儿。现在国内领导对于包子的意见都是相同的，全他妈骂他。哎，我估计他驾鹤西去那天，我操，中国那个烟花爆竹那个股票得他妈翻吧那。黄金最近怎么暴跌？我不知道，应该是插针弄你们的吧？因为黄金是一个庄股，黄金是一个高度庄股，你弄太多了，往下打你们呗。所以10万克的底气谁给的？没读书给的呀，无知者无畏呀，小学毕业证给的。好嘞，拜拜。